个世界上的 B-boy 跟 B-girl， 他们在突破极限。其实很多动作都是当下产生的，因为音乐的关系，因为氛围的关系，我当下突然觉得，好像就这个动作，我的身体就走去这里了，然后结果这个动作就被创造出来了。这其实很难用言语形容，但是我们都会说这个状态很 break， 因为我跳脱我平常的框架之外，所以这也是 breaking 我觉得很迷人的地方。喝什么？喝什么？哇塞！哎呦，阿峰，怎么样？很久没有这个组合咯。对啊。现在再来啊，敢不敢？这地板最初的感动啊，东门城啊！哎呦，哎呦！那你有没有心跳？我不太敢。你不是说你雀抛最近好像都不点地了？我已经可以了。哎呦！哇，好像在轻松哎。吃饭招。我最近只在玩一些奇怪的接点，这个 idea 还没有完整，要这样子过来，这样。哇，这种的难度就很高。差不多应该是他14、15岁的时候，一开始看到他的时候，会觉得他是一个很疯狂的一个大地板舞者，我们就叫这个叫做很糟的招人这样。可是现在完全就是转变成一个很全能的 B-boy。这边就是 KG 舞蹈工作室嘛，我从12岁开始在这边学舞的。我们的舞风很讲究原创性，这个动作在 breaking 还蛮常见的。但是我刚就是想要做一连串的延伸动作，可是像我可能接到这里了，可是这个画面是不好看的，所以我就得做出一个看起来是比较结构性再更好一点的画面，像可能这个，但可能也是我自己觉得这样好看，所以我们也是在追求一个自己心中的美这样。那时候国外他们会形容我是一个 dynamic， 然后跟很 blow up 的舞者，就是指我做的东西是会引起暴动声的那种，就是这种一直在 blow up 的这种舞者。但我自己会觉得我是一个蛮搞笑的舞者，就很 funky 啊，我就做我的个性，我笑笑的，然后开心的跳，然后我不会太制式化，说我一定要怎么样去完成我的动作。搞不好今天音乐给我的反馈是这样，我就想要这样子做。就比较好玩一点。我以前最擅长的是上肢，现在擅长的还是上肢，因为我下肢其实真的偏弱，算我一个罩门吧。因为以前真的可能排腿类的东西、Cabra 的东西都太弱，都集中在比较 power move 跟 freeze， 所以就造成上肢很灵活。可是到了下面就完全不行，所以现在 battle 到后面，其实刚开始会抽筋，也都是因为在抽在脚。我这几年极力的就是把下面练起来，这样子我才可以变成一个比较完整的 B-boy 这样。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认真、很勤练的小朋友，对，他可以从早上、中午，然后晚上继续练。就我所知，我看到他就是我们团练完。然后他回家之后，他自己还会 po 影片。然后我们那个时候有一个群组，就是我们很常一起比赛的。他有一个群组，他每天半夜还会发一些他自己在练习的影片丢到那个群组里面。我们想到这个人是不是疯了，回家还继续练舞这样子。然后像台风天，大家都在家里休息，然后就会看到他自己一个人在 IG 的限时动态发影片，自己在家里练舞这样子。他真的很认真，对。就走了，拜喽，拜喽，拜拜。就是大地板它蛮需要时间去堆叠，那些基础功是
比重是很重的，才有办法做出这么轻的动作。所以雅涵应该也算是用时间去堆出来，用练习量去堆出来的一个 big girl。我以前是跟男生一起练抛物的，不断的去做体能，去打破自己身体的处理方式。然后有时候在想反击技，反击技就是如果对手收完招，那我可能就要下去抢了，我就下去抢，对，把我的气体拉回来，就这样一小段。反击技做得好，气势上的展现就会提升。主要是里面也要有内容，像我有一个大智者的东西，我会比较常叫它夹饼干，那个也可以当做反击技。可能我出去之后，有做。我很早就喜欢我从9岁的时候就看到电视节目，然后是一个好像舞蹈的赛制，然后看到里面的一些招式呈现，觉得好帅哦，这是一个种子在我心里埋下了。升高1的暑假开始跳，所以是15岁。我的招牌动作是扶手风，就风车下面做5手的，因为我可以做到很快。像他的风车跟一些我们叫它 double halo， 就是一个招式。它这个东西基本上台湾吧，甚至世界上很少女生会做到跟它一样的角度跟画面。对，它的轨道都是非常有它自己的风格的。大家好，我是你们今天锐步 BC One Cyber Taipei 的主持人 ，Everybody make some noise！ BC One 是几乎是 B-Boy 跟 B Girl 最崇高指标的1对1比赛。那个会是一个热身，然后大家就会围成像一个 cyber 的圈子，然后轮流下。Breaking 刚出来的时候是没有比赛的，我们就只是大家一起跳舞，然后我们就围在一起，有点像聊天，我们围在一起，你先下，我再下，你下了，好像有些东西我好像可以做得到，那我试试看。B Girl and B Boys， 大家给我们的前10位 B Girls 一个最大的尖叫声 ！OK， number 1， let's go。 1, 2, 1, 2, ultramagnetics in full effect. We talk about giving the drummer some. You know what, yo, Cookie? 海选的话会是20几个 B Girl， 然后选出8强，去比台湾区的决赛。I was proven effective by clinical tests because some couldn't come to believe I was the best, so they tested me. And now they in the clinic, they almost arrested me because I did it. But I didn't mean to do it, but you had to mess with me, and then you blew it. 2013年我刚回来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合办了台湾第一个有 B Girl 的比赛。那时候全台湾，那个是一个2对2的比赛，找不到2个队伍，也就是全台湾的 B Girl 不到4个。然后一直到现在，我很高兴，我到哪边看到人家练舞，我都可以看到女生。So let me prove it, come on, let's move it. Come on. Oh, I'm struggling with Ajax with maximum. So behave and remember, you're a slave of my sound wave. Terminology for friend. Now sit back and find my Bozak as I sin. number 8, Slow down, baby. Baho. Slow down, baby. Slow down, baby. Yeah. Slow down, baby. Yeah. LL Cool J. BPMG. Slow down, baby. Snap the next cash and large. Yeah, right. But non-believers can coast. Slow down, baby.
雅涵是台湾第一个锐步 BC One 女子组的冠军，因为是第1届。然后那个时候跟我一起代表台湾去波兰参加锐步 BC One Final。我们认识其实蛮早，因为我跟雅涵同一年，我们都1999的会场里面认识，因为比赛毕竟常碰到，就跟他就也蛮投缘的。我们常聊跳舞、聊生活等等的。那年是我眼界最好的一年，我的心态什么也都最好。我那一年比赛的时候，我只想着我要继续跳下去，因为继续跳下去我就会有下一场，我不想结束。冠军的时候也是，我那时候跟孙正约了一个约定，如果我们2个拿到冠军的话，我要跟他互尬3轮，但现在还没尬。Slow down, baby. Get rugged, tough, hard like Z. Try to put my man, but you couldn't touch me, you faggot. No comp rap on a quest to get you Alright. boy, you. Joe Howe. 我给50分，给50，我给50分。真的有做的不好的地方，对，大家都很明显知道，对，但是机会只有1次，没有办法100%拿出来就表示不够。B-boys， 1到10号，你们准备好了吗 ？Let's go. Number 1, we got a B-boy 少安。我们比赛我们会大概准备好说我们要做哪些动作，我们会排好一小段，但是因为当下音乐 DJ 一 drop 个 beat 的时候，你其实根本不知道音乐是什么。Nice control. Woo! Oh, so fast. Oh. Nice. 那 DJ 他有他自己的个性，他要怎么刷碟，他怎么 scratch， 所以必须在当下，可能观众给你的 feedback， 评审给你的 ，DJ 给你的，然后你得在当下做出一些设定以外的事，做这样的创作，所以这也是 breaking 我觉得很迷人的地方。可以。我觉得台湾 B-boy 其实在招生难度上已经比非常多国家的选手都还厉害了。但台湾选手其实在比赛上常常会到国外，我觉得很多选手就是缺乏自信。我自己第一次出国的时候也是，找不到一个方向，上台之后就觉得跟在台湾比赛差非常多，然后非常恐慌这样子。对，我觉得自信心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你要怎么样在舞台上用你的肢体语言告诉大家，我现在跳的这个 run 是要表达什么东西。对，因为国外选手其实有些，就算你不是真的跳舞的人，你去看他做一个 run， 你会感受到，就算你不能完整表达，但是你可以感受到他这个 run 带给你的感受是什么，就是表示我这一 run 是跟着音乐很舒服的在跳，或者是我这一 run 就是很有侵略性、很有企图性，我要把你杀爆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台湾 B-boy 比较缺少的是这一点。Okay, number 2. B-boy crack. Nice. Woo. 太轻松了。Not yet. Don't sweat the technique. Okay. Number 3. We got a B-boy show me. Don't sweat the technique. Hello, what's up? What's up? What's up? 大家好，这是我的家，没错，就是我从小到大长大的地方。那你可以看到，做一个 B-boy， 衣服就是我们的武器，我很多这些阿里阿扎的衣服。那这边基本上就是我小时候练舞的地方。我以前小时候就是从这边起床，然后我就这样出来，然后我就先这样坐在这里，然后先这样坐着，醒一下，然后我就开始拉筋，然后我就开始动，然
然后可能就来啦，我就会开始在这边练。小时候其实有一阵子是有一个感觉，就是我姐姐喜欢自行车，我哥哥喜欢棒球，他们都有自己的一个在钻研的东西。那我那时候会觉得，我不知道钻研什么，但我很喜欢昆虫，所以我那时候钻研的是昆虫。就这些都是我社区的朋友伙伴们，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有一个叫做虫虫敢死队的一个队伍，还蛮可爱的。那时候现在想想就觉得很 Q。然后那时候就是有这些成员，我们就一起去山上抓虫。曾经一度想说，我说不定可以考上台大昆虫系哦。然后后来发现没有，就是还是乖乖跳舞台。小时候是很荒谬，都可以把家里玩得很透彻。以前这边也是一个球场，就是你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就是本垒。然后厕所前面那个布那边就是投手丘，打到这里就是全垒打，打到这里就是全垒打，然后只要球刚好进到这一台里面就是3垒安打，然后其他就是2垒安打、1垒安打这样子，然后只要在这个以前或是打到以前就是 out 这样，或是直接被人家接住，所以这边通常会有2个防守员，就也没有什么1垒、2垒，大概就是这样，大概就1垒、3垒啊，然后投手在这里。然后他们就在这边等球来接，就蛮好玩的。小时候就把家里玩得很荒谬，妈妈很苦恼，因为小时候邻居就会想，你们怎么那么吵？你们这一家到底是怎样？怎么那么吵？但我没有因为练舞被投诉过，但是我们家因为看球赛被投诉，就我哥就对啊，对啊，然后就开始等，然后楼下就会上来说，你们可以安静一点吗？现在已经晚上了，对，你还要上班。然后我妈觉得很不好意思，真的很不好意思，我们会小声一点。对，差不多这样子。因为我爸妈都不运动，为什么生下3个小孩都在运动？我觉得这还蛮奇特的。不过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妈就是小时候就很鼓励孩子做自己想做的事。我只要住在新竹，我都会常常待在这个空间，或者是坐在那个椅子上，我电脑可能就放在上面，然后我可能就做我自己的事嘛，用，然后可能想一下，这个画面好像不错我就过来，然后这个画面好像是一些要头转的东西，我就带着这个，因为它是昂豆的毛毛，它上面有做这种就是头转的时候可以，就是让你的头发不要消耗的这么快的一个纱网，然后我可能就开始就是想一下，然后就可能就会试一下，然后就好像不太行，那我就会拿手机，然后我就会架在这个哑铃这边，我就会架着，然后我就把这个动作完成。所以我其实生活很多时候，那个时候的生活很多时候都是这样，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家还是给我最多灵感来源的地方，就是我很多东西其实都是在这个环境创造出来的，所以就最珍贵的那种感觉。来参加膝关节的活动，台湾人的 hip hop 嘉年华。我刚刚上课 rocking 课，我认识了2个，一个是香港人，然后一个印尼那边来的，在这边可以认识很多人。我看到别人跳舞，我会有更多想法。那膝关节的主题就是互动，我们是以互动为主题的一个艺术节。嘻哈一开始是4个元素，但是后来变成5个元素。这5个元素分别是 DJ、B-boy、涂鸦、MC 跟知识。以前的台湾的环境呢，是舞风是很分开的 ，breaking 只参加 breaking 的活动，然后其他舞风都各自有各自的活动。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活动，膝关节的活动是一个想要把各种不同的人在同一个圈圈里面听同一个音乐。我们用不同的舞蹈，但可以做交流。任何想要挑选个秀的朋友们，都可以往我们的小舞台这来靠拢吧。
那 breaking 呢，刚草创的时候就是最喜欢围成一圈，我做一个动作，我来命名，这个动作就叫做 Jackie。你以后要做这个动作，就是叫 Jackie。那他发明一个动作，他发明一个动作，所以大家就会因为你做了我的动作，然后要叫我命的那个名字，我会觉得很有价值。那这个就是 breaking 一开始早期出现的精神核心价值在这边。我跟孙正就是有约烦我，我们没干。他说如果我们在其他岛有遇见的话，就不管怎样就选来3套。我觉得西雅岛在台湾来说算特别，因为它不是竞赛的活动，它就是跳舞的活动，然后就是比较不一样啊，不要让自己一直浸在那种一直竞赛的 vibe， 有时候就是跳脱出来参加一些其他的 hip hop 活动，我觉得比较好玩，其实就是休闲活动。I love you。因为毕竟我们终究还是用身体在跳舞，所以我们的运动性是不可忽略的。而且我们就算你的 idea 非常好，你在舞蹈上你创作了非常多东西，你非常原创，可你的动作如果不利落呢？你肌力不强，你柔软度不好，你怎么去呈现出这个东西？所以它还是得靠我们的运动性去支撑出来。那就算你身体极强，你都做，可是你做的东西很空洞，很简单，那你也不强，所以它必须是得平衡的东西。你得2个东西都很强，你才是一个很厉害的 B-boy B-girl 这样子。battle 确实是在沟通。我拿我的基础展现这段舞，对完对手之后，那对手会怎么回应我？因为我们最开始就是 battle 本身就是竞技，一个人出来单手做了一圈街道，转了一下再撑住，太夸张了吧？我们很好产生共鸣，所以我觉得这也是 breaking 可以作为第一个舞风被纳入奥运的一个很大的原因。Many people think breaking is like a physicality. Like a breaking is how can you spin. But breaking is like what your personality. So we don't care about like you are b-boy or you are bigger or we are like a human. We have only one way for each person.
The BC1 cipher is the number one B-girl and B-boy. So selected the represent country. So then when you won B-boy and B-girl, you go to the final stage. What's up? This is Quick。就是发呆出来晃晃，感受一下比赛前的宁静，只希望可以把自己做好，然后让评审来做决定就好。Ladies and gentlemen, 2023 Red Bull BC1 Cypher Taiwan. If you guys ready for the battle, make some noise. 左手边 represent Gears Crew B girl 阿宁，在我的右手边 Central Breaker B girl Sophia。2 round each, Chicano, let's go! DJ 抓了 beat 之后，我们第一秒听到音乐，我们就应该要开始想象了。所以有时候，像你可能会看到说两方在 battle 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先绕一下场，他们可能会走，他们可能还不会马上下招，他们会先走，准备好了再出去跳。所以我们需要在那个时候当下跟这个音乐建立起关系，然后去剖析它，然后去想说 ，OK， 我现在听到什么声音，那我能用身体怎么去呈现这些声音，这样。Nice. Sophia, round one. "其实，在看世界的 B Girl 里面，一个是很想要跳的跟男生一样的女生，男生做得到，我也要做得到。一种是她很了解自己身体的优势，她可以跳得很女性的女生。对，所以女生当然有吃亏的地方，但是也有很多优势的地方，柔软度就差异很大。还有女生的，我觉得内在差异更大，细腻的程度。一个动作女生可以做到非常细腻，然后可以很漂亮。但你要男生，大部分男生可能没有那个耐心，可以做到那么细腻。Many people think people are normal people. They never try to breaking. They think breaking is like a physicality. Like a breaking is how can you spin. If breaking means only physicality, it's very hard for the bigger. But breaking is like what your personality. So we need to find different way for each person. That means we don't care about like you are b-boy or you are big girl or we are like a human. So we have only one way for each person. 奖励。去年冠军，今年海选没进，真的受过一次大伤之后，就发现回不了。因为那时候在练风车上手转是有难度的东西，我做完之后，我落地点下来，我直接大拐膝盖。
以前很常晚上的时候爆哭，因为很痛。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右脚还存不存在，就是有感觉这边在烧，就是很痛。Parle-moi de ce que tu aimes, qu'importe ce que tu es. Orientation musicale, c'est ça le sujet. Groovy dans les gestes, groovy dans la pratique. Le migri mic détonne quand la basse glisse. Et tu prends en compte. 我来上老师的课，自己练习有时候卡关，我不太能够叙述我看到的是什么，老师可以直接把它整理出来告诉我。我是受伤在右脚，但是我刺在左脚上面，因为右脚痛太多次了，我想说平衡一下，结果刺青没有很痛，没有右脚的伤痛。风雨花跟太阳是希望自己勇敢，就是风雨花在经历过风雨后开出来的花，它都可以勇敢。其实小时候没有想过自己会练这么多抛物。之前15岁刚练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同年的一个，他天赋很好，控制自己身体的技巧很好。我有一点是被他影响，哦，他也做得到，我应该也可以吧？我跟他同年哎，我们一样大，我不想输他。那 BC1 那天失利，我低落了3个小时，是因为觉得这段期间的状况准备还不错，想要呈现给大家看。我说雅涵好像会跳舞嘞，排腿不错哦。以前只有抛物，但是我觉得每一年的冠军都会不一样，会让人觉得很兴奋的是，大家越来越强，我们都在努力的去突破自己。觉得他很棒，因为相较于我算真的算比较幸运，因为家里支持。雅涵是一点一点扭转他家里对他跳舞的一个观感，那他现在也做到了。我觉得他家里是很放心的支持他在跳舞这条路上继续前进。那他回来之后，因为毕竟雅涵他相较于我，因为毕竟我投入跳舞的时间还是比他长一点，所以他在一些技巧啊、一些基础上还是没有这么的完整。所以他其实从波兰回来之后，他也发现自己在这部分的不足。我们其实也聊了很多次，他也就是决心就是要补足一些他所不擅长的那些领域。所以我也看得出来他在这2年中的成长，他就是要去填补这些他不擅长的基础。对啊，我觉得他现在也越来越完整了，就是成为一个很完整、独当一面的 Big Girl 这样子。接下来要换到我们 B-Boy 16强的赛事。If you guys ready for the battle, make some noise! 2 rounds each. DJ, let's go. B-Boy Yoga. 因为我们其实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就是让评审觉得2个人谁比较好。那这个好很多定义，我自己会这样定义，就是我看你跳舞
我很被你吸引，我很投入的在欣赏你的表演，然后你的技术我也很喜欢，就它需要满足各个层面，表演力、技术层面，然后你怎么跟观众产生共鸣，你怎么创造你自己的一个节奏，让对手看起来好像不太行，你要怎么去压过对手？对啊，所以这个是 battle 就是好玩在这个地方，你不是只有把舞跳好而已，甚至还要连接全场，大家一起认同你那种感觉。Give it up! Guys ready? 3, 2, 1. 恭喜 B-Boy Yoga! Breaking 评分机制里面有一个叫做 Trivium Value System， 他们就要讲3个面向，一个就是身体 body， 一个就是想法跟艺术性 mind， 一个是音乐的表达 soul， 就 body mind and soul。所以它的艺术性包含，比如说你能够身体做到多难的动作，技巧多高，然后你跟音乐的结合度多么契合，然后其实更多，我觉得更可贵也是更难达到的是，你的想法有办法透过你的身体给表达出来，你的身体可以做到什么事情，跟你的想法有多么独特，这件事情被结合起来之后。我觉得是现在的breaking 能够发展的这么丰盛的一个原因。B-Boy Quick! Chicano, let's go! 8强对到齐鲁，因为我们是团员，我们赛前他也很紧张，我也很紧张，然后结果他第2 round 的时候给我做出一个超炸的一招。他做了一个双脚往下吊的吊腰转，然后一般来讲，因为这个动作会非常的重，因为等于说你把你的整个下盘的重力都这样子压着，这不是倒立嘛，所以他整个核心会吃很大的力气，就他转到了1圈多，就是 super dope。Last round, B-Boy Quick! 我当下就有点哇，我该不会要倒在这了吧？所以我赶快去转换了我的动作，就是我把我比较有信心的动作，赶快就在8强第2 round 的时候做出来了。所以就一点闪失都不能有。Okay, give it up. Judges, 3, 2, 1. 恭喜 B-Boy Quick。我觉得台湾的风格真的越来越多样。其实这也是我们在大学的时候在讨论的事情，就是我们台湾的本土文化到底是什么？你们可以看到像 Yoga 这种人的风格也有，像 RM 这种人的风格也有，他全做 power 的，或者是他很 wild， 做很多很软筋，但是很暴力的。在日本他们有武士道嘛，他们有很多他们自己的样子。韩国其实也有，我们虽然没有自己象征性的风格，但是相对的我们可以成为任何风格。我们对岸有中国，我们旁边有日本，我们可以学到非常多从不同的国家来的东西，所以台湾其实比较像一个很多元化的集合体。我自己是这样。睽违非常久，我们的 BC One Showcase for Judge 回归了 ，Rebel BC One World Champion，Make some noise for B-Boy To me, Americans have a lot of breaking pride, so they have confidence more. So because breaking started in the USA, so that's why they know on their knowledge. In Europe, they are good artist movement, creativity. In Asia, have good technique, passionate mind.
Yeah, but it depends the person. But to me, these 3 continents is different. From Japan, big girl, Narume! When I on the like a cipher, I always try to like show my energy like so far, not only the close people. So today it's not big venue, but I always try to like 1 kilometer. Like I try to show the how can I say show my energy to like なんかちょっと遠くに離れた人に飛ばすイメージで踊ってるんですよ。Rebel BC1 Cypher Taiwan B-Boy 1-on-1 final. Leo Ma versus Quick of the audience. 3, 2, 1. Let's go. 2019我开始比1对1赛事，就是说 solo battle， 我开始一直极力参加1对1赛事。之后2020我知道就是奥运要来了，那台湾也会开始办遴选赛，所以我其实一直以来都准备好，就我一直都准备好比1对1了。就从2019那个时候我就已经在比国际赛的1对1赛事，然后我就一路准备到现在。所以我其实我的目标一直以来也都不是只是奥运，我的目标其实是1对1，我想要当台湾很强的 solo b-boy。我自认为我算是加了很多我的想法跟一些个性在我研发的这些招式上面，像是中摆轴的这种系列啊，或者是我用脚跟的一些系列，都是我很喜欢。然后最近我在玩的就比较是那种变魔术系列，我自己讲的就是可能就是一个这种东西，这种变魔术系列。那其实就是一点一点在建立自己的那种 signature 的感觉。孙正非常明显，你只要知道有几个动作，就一定是孙正。有一个动作是他会坐着，然后2只脚会在空中这样踢，对，那个动作我就觉得虽然不是一个很难的动作，只是一个过程，但你看就知道这个是孙正会做的动作。还有一个就是他会这样子撑在那边，然后他手会在那边绕圈圈，然后突然拉上去变成一个倒立，这个也是他很招牌的动作。对，所以我认为他的原创性基本上是非常高的。现在的他感觉更会去应用自己的身体，像我一般都是练难度，在场上试着呈现难度。那孙正感觉就是已经把难度呈现过了，他现在在集中自己的基础去融合惯用。像我觉得他可能 BC2那一场他没有做太难的 combo 点，但是他把衔接的那个流畅感做得很好，他跟全场呼应的。不用做很难的move，但是他的肢体展现可以渲染给整个场观众、对手或者是 judge， 就没有那么 focus 在我要拼难度，我要做些什么，感觉就是融会贯通的去试着在场上呈现出来。OK， 只有一位可以代表台湾前往巴黎。2
2023 Rebel BC1 Cypher Taiwan. B-Boy 101. Lil Ma versus Quick. Let's take it to the judges. 5, 一起来 4, 3, 2, 1. 恭喜 Quick。恭喜 B-Boy Quick 获得我们的冠军。然后我们现在要请所有的 B-Boy、B Girl 今天有参赛的，麻烦都帮我们到舞台中间来，我们做一个大合照。要对自己够了解。对，奇怪，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就很喜欢这种可能这种东西。我对这种画面就特别有一个情感在，所以我这是我的歌，这是我的个性，这是我的喜好，我把它发掘出来，我加到我的跳舞里面，所以形成了我。对啊，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当然有些人可能他从画画，有些人从音乐，有些人可能他喜欢去爬山，在爬山的过程中，他得到了一些灵感，最后回归到他的 breaking。这些都有，所以才会说它的艺术性其实还是很强，因为最后它都是回归到自己。你够了解你自己跟世界的关系，你就会找到你的 breaking。因为台湾街舞其实很厉害，但是没有厉害到那种登顶。我很期待看到这件事情发生，但我自己现在在拼这件事情，我希望见证这件事情发生。哪来的过动儿？可恶！